老板，我要来个葱包烩，给我多放点葱呗。我烫死我了。走，回家。多少一斤？多少？现在是面都是每个蟹都5块，现在30块钱。来了，好了，小心点，烫。老板，这么好吃，怎么做的？想学你，我教你啊。今天要做的是在杭州非常常见的一个小吃，准备起来还蛮麻烦的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一步一步来啊。先准备春卷皮，500克高筋面粉，10克的盐，还有5克的油。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教过一次了。时常温习嘛，也是好事。再倒450克的水进去，这样搅拌大概10几分钟，放到冰箱里去冷藏过夜了，让它的面筋充分的形成。做素烧鹅之前要先熬一个料汁儿，锅里先倒500克的水，3片生姜，1个桂皮，2个八角，小葱2、3根，2分钟之后调味，蚝油35克，生抽75克，香油15克，水开转成中火，再煮2分钟，白糖适量。什么叫适量？就是你吃了觉得刚刚好，就叫适量。我是比较喜欢吃甜的，所以我会放很多的糖。你不要跟我学，倒出来放凉。买来的油豆皮需要整理一下形状，别小看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是热量刺客，小小的身体，大大的热量。边缘不是比较厚吗？切掉，这边也是一样。切下来的边角料泡到刚才准备好的料汁儿当中，因为这个边缘比较厚，多泡泡容易入味。取一张豆皮，把料汁刷上去。泡好的这个片放2片进去，再叠一张，尽量对齐一点，继续刷。边角料放到里面去。每个素烧鹅大概叠6到8片，接着我们开始叠起来，叠起来表面也要再刷一层，好，继续叠，叠3折吧，还刷一层，竹签扎孔排气，放到一边备用。自己家里做可能放不下，你把它切成2段就行了。上气5分钟就可以了。锅烧热了，倒油，滚成中小火，稍微润一下锅。素烧鹅放进去煎，煎到上颜色就可以了。这个很快啊，过程。其实油炸是更好的，颜色更均匀啊。我们没有这个油炸的条件。煎好的素烧鹅稍微叠起来，重物压一下，让它更紧实，而且能压出一点油来。刚才准备好的汁水，直接把这个素烧鹅浸泡进去，泡到它放凉就行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素烧鹅。小火直接放50克面粉，一定要小火干焙，面粉炒到微微泛黄，就可以往里面倒适量的油。倒油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给卸开啊，因为直接用水这个面粉会结块，但是用油你看就不会有这个问题，非常的顺滑。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素烧鹅了吗？素烧鹅的汤就是我们做甜面酱的卤汁儿，每50克的干面粉大概要放800克左右的那个卤汁儿，加一点老抽调颜色，颜色稍微深一点，比较有食欲。这个酱料能够拉出一条线，酱料就熬好了，过滤出来备用。这个就是我们用到的甜酱，铁板也好啊，锅也好，锅烧到200度，把它关成小火，倒上一点点油。润锅这个步骤一定要充分啊，不然等会儿会粘。现在温度是很高的，没关系，锅的温度下降下来再开始烙。看这个面经过长时间的放置啊，面筋非常的突出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。锅的温度是120度左右，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啊。这个温度这么不均匀吗？这里怎么170啊？这里155，39.4。现在其实是偏高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用这个面糊来给它降下温，转上一圈，多余的粘掉。你看温度太高就会粘住，等会温度下来了就好了啊。如果觉得粘了啊，刷上一点油，千万油一定要少刷，少刷，少刷。油如果刷多了就会这样，看到吗？所以千万不能刷太多油。再这样粘一下，把上面多余，这个温度。对，哎呀，这个站不住，现在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这个如果要掉了，这样拉回来，就一直在手上这样，不要让它掉下去。摊饼的时候就是抓住它，
按住一圈，拿回来，然后利用这个重力把它这个厚的地方粘掉一点。我这个现在是偏薄的啊，慢慢的就渐入佳境了啊。看到吗？完成了啊。实际上有一定难度，只要你练得够多，很快就会掌握。当然实在不行，你也可以菜场买嘛。不建议手毛太旺盛的人做，会粘在毛上。哎呀，太恶心了。还要用到油条，这个我教过了啊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教程。油条为了方便呢，可以把它对半切开。有一个小细节，葱要提前清洗晾干啊，不然会把饼皮泡坏。葱包烩呢是杭州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小吃，为了纪念岳飞吧，然后这个油条就是秦桧，这个葱就代表着秦桧的子子孙孙。大概是这个意思吧，一定要压紧啊，包住，然后这样压卷起来。其实两头可以叠进去，也可以不叠，我们就不叠了啊。现在温度就要高一点了啊，大概150度左右。一定要压啊，把它压得足够扁才行。我的绝大部分粉丝应该做不了，因为都太瘦了，用不上力啊。只有我这样的胖子 UP 主才可以做。哦，烫死我了，拼命的压。现在其实也有机器做这个的，不行，有没有找个凳子给我？谢谢。正常情况下，你做这个的话，一般这个工具要放的稍微矮一点，好用力。因为我们这个台子比较高嘛，我又比较矮。哇，葱香出来了，你闻到葱香了没有？煎到这种黄黄的、脆脆的时候，可以翻面。一定要煎到表面非常的干、非常的脆才行啊！哎呀，传统葱包烩是不加素烧鹅的，现在有很多网红店都加这个，一样也是压一下。给大家演示一下出品，首先加一块，上面要抹一层这个酱，也刷上酱啊。素烧鹅把它加进去。2个饼加1个素烧鹅，这样是一套。我们之前去吃大概是10块钱左右吧，这样一份。好吃，它的口感是我们吃过这么多小吃当中比较特殊的。它的外面是很脆很脆的，里面的油条葱经过了压制，特别的紧，然后葱又很香，真的很好吃。我相信大家对于杭州的餐饮了解应该是杭州市美食荒漠。你好，我想吃杭州特产芭比馒头。但是我认为这个真的是好吃的，不骗你，来给我媳妇尝一下，口的咬。我喜欢葱，这个素烧鹅是一种很好吃的凉菜，放在里面也很提味道。葱好香啊！这个葱一烤就很香，不是，就只有2根葱，这里你拔掉一根，这里拔掉一根，那我岂不是只能吃这一小根？我还挺喜欢吃这个，是吧？杭州那些特别有名的，我觉得都不太好吃。西湖醋鱼，我觉得外地人来真的完全吃不惯，包括东坡肉，他们可能也吃不惯。但是这个我相信。游客来了也会觉得很好吃，这个已经得到了江西人和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化城街道的人的认可。简单进行一个总结，第一个就是春卷皮的制作，建议大家不要太稀，太稀的话很容易甩得到处都是。放下去之后，面团不会跟着你上来，很费劲，所以面团一定要稍微偏干一点点。第二，油条不要炸的特别的扎实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在楼下买的，特别的扎实，所以压的时候呢就很难压得很结实。第三就是素烧鹅，传统的好像他们不放素烧鹅，但素烧鹅是杭州当地非常有名的一种小吃，直接当卤菜吃也非常的好吃，口味我觉得还不错。但是这个就更像那种什么呢？更像是那种游客到这个地方必吃的，而不是日常吃的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我不是本地人，我不知道呀。我是本地人，上探地的时候才知道有葱包烩。郊区人不要跟我们讲。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，拜拜。好吃吗你？怎么能不加素烧鹅？素烧鹅这么好吃。但是他们都说加素烧鹅不正宗，我觉得加素烧鹅是好吃的点的。我杭州本地人，我就说正宗啊。1年半以前吧，我们好像去路过探店，对，21年3月份，而且还探了好几家这种啊，还有面店啊，什么都探了，但是一直没上，因为我看完了之后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。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东西，都是拍了没上。当时选题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真的好好啊，这个好好拍啊，赶快拍。拍完之后一看，哦，也没什么意思，然后就自我否定掉了。其实这样不好，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养成一个比较自信的习惯，就是做了就把它放出来。但我们还是别放了吧。拜拜。